这个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3间老屋，你可以看，全部都是树，连唯一的一盏路灯几乎都看不太到了。然后进来这个地方，我先把我的机器放在这里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点印象对这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逃跑曾经来过小强，然后我记得他们还有看了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但好像没有东西哦。这个拜神的蜡烛啊，看一个隐身于深山当中的一个荒凉废弃的屋子，但这间屋子呢，它却有着很诡异的过去。是我的回音吧？啊，然后地上很多那种纸钱啊之类的。还有小朋友的玩具，衣服都还留着，非常完整。半桌在用的，这房子其实蛮大间的，米酒头。这个门帘，然后看到这个床呢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点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那个逃跑来这边的时候，有在这里做过任务哈。那其实看得出来，这个床是已经有年代了。红线、红包，这个都不要乱捡了。还有钥匙啊什么的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师有说过，说这个楼梯在这个地方会导致它风水上面有一些影响。至于是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看这还有一个像是阿公穿的西装外套。说到阿公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边有着什么样的过去。至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废弃，第一个。深山进来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难进来，然后呢，进来了之后，到了这间屋子，方圆10里根本没有住人。好，那没有住人的一个情况下，生活相当的不便。据说早期这个屋子当中住了一对老夫妇，可是呢，当那个他太太先走了之后，就剩下她老公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这个屋子当中，然后呢，很可惜的是，他的儿孙也似乎不是那么的孝顺，所以他们也鲜少往来。那他一个人就孤零零的住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住在这个地方久了，听说也是不幸的就往生了。但是呢，据说在他往生之前，他常常会借酒浇愁，因为毕竟他的儿子也不会带他孙子来看他，他也没办法在这边享受天伦之乐。所以就有一股怨念积在那个地方，甚至最后他往生了之后，他的儿子也没有来好好的去安葬他的父母亲。
最后这房子就空在这个地方，而就废弃了。那至于这个地方又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呢？它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下一集再告诉你。讲完了这边的过去之后，燥实在是有够热的。厕所，这马桶多旧了！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逃跑来的时候，最后一个任务，我跟医生躲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大家会听到一个像是那个的声音哈，那个是我电扇哈，那真的是热的受不了。只要是拍户外的话还可以忍受，然后拍室内的话就真的没办法。到2楼了，然后这个是阳台。这个喇叭、缝纫机都是有年代的东西了耶。然后早期就有工业风的概念，这是水泥墙。那个时候我假如没记错，好像在这边拍摄的时候，是楼梯也是一直传来声音哈。锅碗瓢盆在这一间就很奇怪，不是应该在1楼吗？这感觉好像招小偷，那个好像是金饰的东西耶。这个是尿壶吗？还是痰盂？然后再还有人家底片呢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阿公很想念他的孙子所留下来的。还有高跟鞋，先是上漆，然后呢再碰到一个不孝子，甚至你看还有奶嘴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跟状况，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。至于这个地方有个什么样的传说跟故事，其实很简单。阿公在这个地方郁郁寡欢，因为儿子不孝，也不想回来看他。即便结了婚，生了孙子，也不带回来。阿公还帮他准备了那什么婴儿床啊什么的，希望可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。但很可惜的没有回来，就在这边借酒浇愁，到最后有一天不幸往生了。那刚刚有说到，他儿子也没有帮他好好安葬，对不对？那等到他阿公走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就跑回来，因为这边有现有的家具嘛，那他是合法的屋主，他也可以入住。他住进来的时候，他的小孩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很奇怪，一直哭，甚至他的儿子在这个家里面会看到有黑影，这样子咻一下就跑过去，就仿佛好像是他阿公还在这个屋子当中。但是他觉得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小孩，不管怎么样安抚他，睡着了又起来，起来了又哭，喂完他睡着了起来哭，就这样一直轮回。然后甚至呢，他眼睛常常会看向那个主卧房的某一个方向，然后有时候会自己在那边笑。他们觉得非常毛骨悚然，之后受不了了，就赶快回去，然后把这事情告诉了人家。然
然后后面听说他有跟他另外一个朋友来这边收东西，就收着收着，突然你知道怎样吗？有东西就啪下来，然后声音就非常多，而且都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。这个就让我想到淘淘那时候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声音也非常多，而且那时候也尝试玩一点的捉迷藏。那据说这阿公是相当的不满怨念，相当的强大，甚至因为他阿公的人体在这个地方持续的修行，曾经有老师经过这一带，他说这一带有可能魔神仔存在。那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，我们就明天沟通再来问问。今天先把剩下几个拍完吧。讲完这边的故事之后，有没有看到阿公专门帮小孩所买的婴儿床？结果竟然是等他阿公死后才拿过来用。不管做了什么事情，都不能这个样子吧。就像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，他跟他老爸闹翻，最后还不是要去跟他老爸做和解，这样子。然后最后这个点我想要补充，那个时候淘宝好兄弟有在这个地方做任务，那个任务其实有点像是一个人的捉迷藏嘛。然后呢，因为那时候子瑜真的没有，然后刚刚说到这间厕所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，我的手机竟然温度过高，录到一半停掉了。可是之前录影都没有这样的问题，不知道，我现在再来摸摸看哈。他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人捉迷藏任务，因为子瑜太害怕了，所以说那时候变双人任务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3楼看看吧。最后，因为为什么要去楼上呢？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做任务的时候，逃跑并没有去楼上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楼上却传来了很多脚步声。但是你可以看看上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水塔呢，空了。你看，都是树林。好，那其实这样一圈绕完了。接下来就来做个简单的 ending 吧。好，拍完今天环境的部分哈，那我必须说，其实这种亲情的东西哈，很难讲啊。有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父子有什么样的一个仇恨，导致会变这个样。但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啦，孝顺还是很重要的。即便你的父亲母亲在于远里，但他只要看到孙子嘛，他们的心瞬间都会融化。相信我，这是事实。因为我们家也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今天环境部分就拍摄到这边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。明天有沟通的部分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